广大影迷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聚焦频道，希望大家喜欢并点赞和收藏。情感之深是跨越星河的纽带，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无疑是其对情感的深度挖掘。从复杂的家族关系到个体的身世追寻，这部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情感如何在广袤的星际间建立起强烈的纽带。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讲述的是在一个遥远的银河系，随着原力的觉醒，历史与未来交织出一幅巨大的宇宙画卷。这次的故事并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绝地和西斯的战争，更是一场跨世代的英雄之旅。影片带我们踏入一个由战争废墟构筑的星球，那里雷，这名被遗忘在废墟之中的年轻女子，过着寻找救火为生的生活，但命运似乎早已为她规划了更大的途径。当她偶然之下发现了关于陆克天行者的地图，她的平凡人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背叛了第一秩序的前锋暴兵，与雷的命运不期而遇地交织在一起。这两位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物，却因为一张星图开始了他们注定的冒险之旅。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充满希望与光明。在暗黑的一角，凯洛伦，这位深藏在黑色面具后的神秘西斯学徒，他的内心正在经受着痛苦的挣扎。作为汉索洛和利亚公主之子，他的身份早已预示着他不寻常的命运。他痴迷于黑暗，执着于寻找陆克，意图毁灭最后的绝地，将整个银河系投入黑暗之中。这是一个关于家族、遗产和命运的故事，每一位角色都有他们的过去与背影，而他们的选择将决定整个银河系的未来。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为我们展现了一场宇宙级的冒险，一次对过去的追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与前作相比，原力觉醒在情感深度上更胜一筹。凯洛伦与汉索洛之间父子关系的处理，使得他的角色更加复杂。雷对自己身世之谜的探索，使观众对他充满了期待。汉索洛与凯洛伦的父子关系是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的情感高潮，其复杂性和戏剧性使得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次星际冒险，更是一次情感的深度探索。父子之间的裂痕与和解，汉索洛与凯洛伦的情感漩涡。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汉索洛与凯洛伦的父子关系是情感纽带的核心，也是影片中最具戏剧张力的部分。他们的关系不仅代表了家族之间的裂痕，还反映出了个体在面对诱惑和道德选择时的内心挣扎。凯洛伦原名本鲁索洛，从小就被视为希望之星，但他却背负着沉重的期望。在青春叛逆的阶段，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和迷失，而父亲汉索洛的经常缺席和母亲利亚公主的忙碌，使他感到被遗弃。这种情感的积压，成为了他走向黑暗面的原因之一。汉索洛作为一个自由奔放的走私者，当面对家庭责任时，他选择了逃避。他与利亚的婚姻也因为儿子走向黑暗而出现裂痕，但当面对儿子的叛逆，他内心的愧疚和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勇敢地选择面对。汉希望能够拉回儿子，带他回到光明的一方。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凯洛伦与汉索洛之间的决策是整部电影情感高潮的重要节点。观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情感张力，一个父亲的挽留与一个儿子为了自己的信仰做出的决策。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各种关系中的情感复杂性，尤其是父子关系。复杂的背景，凯洛伦本厄索洛并非天生就是西斯，在他背后是一段与父母和家族断裂的痛苦经历。汉索洛这位魅力四溢的走私者与勇敢的利亚公主之间曾经有过的深厚情感和短暂的家庭生活，为本提供了一个幸福的环境。但是潜伏在暗中的黑暗势力对年轻的本产生了致命的吸引。父与子的对决。当汉索洛与凯洛伦在星球大战的废墟上面对面站立时，那种深深的情感张力是显而易见的。汉是试图找回他失去的儿子，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不可能的。而凯洛伦面临的选择不仅仅是他的忠诚和信仰的考验，更是他个人与自己黑暗面的斗争。致命的选择。凯洛伦的最终决策是双重的，他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对黑暗势力的追求，选择背叛了他的父亲，同时也是对他过去的自己做出的放弃。这一决策标志着他与家族的最终断裂，并深化了他的黑暗面。
观众的共鸣和电影成功地揭示了人性中的那种固有的复杂性。许多观众在观看这一情节时，可能都会为汉文·索洛的悲剧命运而心碎，同时也会为凯洛·伦的决策感到震惊和同情。这种深深的情感投射，让这一情节成为了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片段之一。凯洛·伦对汉·索洛的致命决策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体现，更是一种家庭、信仰、遗产和个人责任的微妙交织。这一决策为电影注入了深度和情感的纵深，使其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盛宴，而是一个情感的旅程。雷的追根溯源与成长，星辰中的迷失与觉醒。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雷的身世之谜与他的成长旅程构成了影片的另一大情感支柱。他从一个废墟搜寻者逐步成长为一个绝地武士的过程，不仅充满了冒险与危机，而且深刻反映了一个年轻人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的种种挣扎与觉醒。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雷是一个在雅库星的废墟中度日如年，独自等待家人回来的孤儿。他的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孤独的。他对家人的执着，让他在荒凉的星球上坚持下去，但也让他陷入了一种对过去的过度追溯与固守。当雷偶然触碰到卢克天行者的光剑，他的原力开始觉醒。这不仅是他的超能力的觉醒，更是他对自己身世的探索开始了。那些断断续续的记忆碎片，仿佛召唤他去寻找自己的根源，去揭开自己身世的秘密。随着故事的发展，雷不仅要面对外部的威胁，如凯洛·伦的追杀，还要面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他既想知道自己是谁，又害怕知道答案。但是每一次的挑战都让他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地走上成为绝地武士的道路。雷的成长旅程不仅是力量的觉醒，更是对自我与归属的探索。他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找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他的真实身份和自己在宇宙中的使命。雷的身世之谜与成长旅程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注入了深厚的情感深度，使得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次星际冒险，更是一次关于身份、成长和自我寻找的心灵之旅。雷的身世谜团是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以及后续影片中的核心话题之一。他是如何被遗弃在雅库的？他的家族是谁？为什么原力在他身上觉醒？这些问题围绕着他，构成了他的角色背景和动机的核心。一、被抛弃的原因。原力觉醒中，观众首次遇见雷时，他是一个在雅库星上的遗迹中搜寻有用物品的孤儿。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被家人遗弃的情景，但原因一直是个谜。后续的影片透露，雷的父母为了保护他，将他留在雅库，而他们则踏上了逃亡之路。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也是一个保护雷免受更大危险的选择。二、原力的觉醒。当雷无意中接触到卢克天行者的光剑时，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幻觉，这是原力对他的召唤。那个光剑，它包含了历史和力量，同时也预示了雷与原力之间的特殊联系。从那一刻起，他的原力潜能开始觉醒。尽管他对此感到困惑和不安，但他也认识到自己在银河系中的大局中有着特殊的使命。三、探索身世。雷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和焦虑，这不仅是因为他想知道为什么被遗弃，还因为他想了解自己的根源和原力之间的关系。在后续的影片中，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四、原力与成长。雷的原力觉醒并不只是能力的提升，更是他个人成长的象征。从一个孤独的搜寻者到一个绝地学徒，再到绝地武士的角色，他的成长旅程是与原力相互交织的。每一次的挑战和选择都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使命感。雷的被抛弃与原力的觉醒使他成为电影核心角色的重要因素。他的旅程是对身份、信仰和遗产的探索，同时也代表了每个人都可能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找到自己的力量和目标。精彩的打斗场面，力量的交织与冲击。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的打斗场面无疑是令人心跳加速的视觉盛宴。传统的绝地与西斯的冲突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升华。虽然绝地与西斯的打斗我们已经在前作中看到过很多次，但在这部影片中，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导演 J.J. Abrams 与动作设计团队融合了传统的打斗风格与现代电影的动作设计，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打斗场面。动作快速而精准，
每一次光剑的挥舞都充满力量。与此同时，新的角色也为这些打斗场面带来了新的元素。雷作为一个初次觉醒原力的绝地，他的打斗风格显得更加原始和直接，这与凯洛伦复杂而熟练的打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一次力量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哲学和信仰的碰撞。说到原力觉醒中的打斗场面，最不可忽视的当然是雷与凯洛伦的决斗。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决斗，更是两位主角情感和内心冲突的外化。在冰冷的星球上，两把光剑在雪地中划出火花，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紧张和激情。雷的原始与勇敢与凯洛伦的矛盾与痛苦形成鲜明对比，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既视觉震撼又情感深沉的打斗。这些打斗场面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不仅展现了角色的力量和技巧，更展现了他们的情感与冲突，为这部电影增添了难以忘怀的亮点。小小的不足，细节之中的疏漏。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无疑是一部制作精良、情感深沉的作品，但正如所有伟大的电影都不可能完美一样，它也有其不足之处。角色处理的瑕疵，首先，部分角色的塑造和发展显得略显仓促。例如，影片中的某些配角似乎被引入仅仅为了构建某一情节点，而没有得到足够的背景和深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他们的情感投入。对于《星球大战》这样一部世界观丰富、角色众多的大作来说，每一个角色都应该得到恰当的关注和处理，而不仅仅是成为情节发展的工具。情节转折的突兀，此外，影片中的某些情节转折也略显突兀，使得故事的节奏有时显得不够流畅。虽然每一个转折都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出现似乎缺乏足够的铺垫和逻辑性，导致观众可能会有一种被突然拉回现实的感觉。尽管存在这些小瑕疵，但他们并没有影响《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整体的高质量和深度。每部电影都有其局限性，而伟大的作品往往能够超越这些不足，触动观众的心灵。原力觉醒无疑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光芒远远超过了这些小小的阴影。